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大浪啊，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。其实这首歌大家都知道，当地话怎么说呢？我们洪湖的水呢是浪大浪呢。我现在在湖北洪湖市的洪湖岸边，这个洪湖呢是中国第7大淡水湖，是湖北的第1大湖。这个湖里头物产非常的丰富，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：秋风起，蟹脚痒。这个时候来到洪湖边啊，咱要尝一尝洪湖大闸蟹。来到洪湖呢，想要吃螃蟹，得去水产市场买。这个呢是他们这儿最大的水产市场，叫闽洪水产。咱去了解一下，现在这个螃蟹是啥样的行情。现在螃蟹有几两的？有好大有好大的。这要多大有多大？母的最大有几两？母的最大3两5。3两5。让我看看。公的最大的呢？公的最大是公的最大的是吧？公的最大的有几两？不知道有半斤都有，半斤。对呀。你让我看，你让我看。这个至少是半斤以上。怎么卖的？65。这个是公的是吧？公的。行。这是母蟹的。给我。这个是母蟹，大母蟹的。哦。这个圆的就是母的。对，圆的是母的。给我拿4个这个，4个这个。这个4公啥意思？就说我们4公就代表是4两的公子，人家认为最大的就是说从4两往上走了。3步红底，就这样。4两的公的。对。这个是多少？我看。4.5亩。4.5的母的。对，这最大的，代表是最大的。这个80，这个是多少？65。这是一个冰是吧？对，这是个冰瓶，在憋在里面，它只。比如说你这样一封啊，它最长能在里头待几天？如果说在冰没化的情况下，可以待3到4天。待这么长时间？对。没氧气也可以。对，它因为它是冬眠状态嘛，就跟冬眠一样。对，它是这样的。螃蟹买好，这些呢花了206，一共8只，4个公的，4个母的。我觉得这个大小还可以，跟我的手比一下。鲜活的螃蟹。我现在来到了洪湖边的一个小村子，咱在这儿找个农家乐，看着这湖水，品尝这个螃蟹。先不说菜好吃不好吃啊，你就看这儿的环境，太棒了，夕阳西下，
哎呀，这个景色。哎呀，这蚊子太多了。菜上齐啊，咱先没吃啊，这小猫咪先吃了。这粮食我刚倒的，咪，这么小个小黑猫，蒸了8个螃蟹，好家伙，就吃过瘾啊！这是洪湖里的黄骨鱼，再搭配了一个素菜炒丝瓜。先吃这个螃蟹，这个个头大啊，这个是公的，母的吃黄，公的吃膏。再看看它这个膏，哇，还挺多的，你看黄黄的。太诱人了，闻着就香。看这是多少？哇！哇，一个字儿鲜，2个字儿鲜香，太上头了，这个味道。这个螃蟹呢，也叫大闸蟹，也叫清水蟹。清水蟹呢，就是当地注册了一个商标，叫清水，所以叫清水蟹。大闸蟹，你看咱到哪儿都说什么大闸蟹，大闸蟹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有2种说法。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这里看像个闸门一样，大闸蟹，因为这个螃蟹比较大，这个闸门也比较大，所以叫大闸蟹。那小螃蟹呢，就不能叫大闸蟹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闸门就比较小。还有一个说法，哎，咱拔个蟹腿啃着吃啊，就跟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关系。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名字叫八解，这个不是八戒啊，那个八呢就是那个巴楚的巴，解呢就是解开的解啊，就是蟹那个发音啊。这个人啊是大禹治水时期的一个人。大禹治水时期，很多工人要在水里头长期劳动。那劳动的时候呢，当时这个螃蟹叫夹人虫啊，你一会儿把你的大腿拧一下，你这没法干活，是不是？然后八姐这个人就很聪明，烧了一大锅这个开水，把这螃蟹捞上来，放到这大木桶里头，把这开水哗啦往里一倒，就烫死了。结果烫死之后，他一闻，哎，这个味儿挺香啊，就鼓起勇气尝了尝，哎，这一尝一发不可收拾，一下吃了8只也不是10只啊，咱也不知道，反正惊呆众人啊，大家都不敢吃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东西啥，你看又有壳又有腿的，还横着走，这敢吃吗？你看这个螃蟹这个字啊，是上面一个解，底下一个虫，啥意思？就凌驾于虫子之上的男人，就是个八解，这个解就叫蟹。从此以后呢，就有人吃螃蟹，养螃蟹。那怎么捉螃蟹呢？以前古代是拿那个竹子编一个筐，就跟竹篓一样的，啊，底下呢开一个闸门，然后上面放一个烛光。天一黑呢，这螃蟹它洗光，它就慢慢的从这个闸口里头进去，然后旁边蹲个老农民啊，一看差不多了，过去把这个闸一关。所以说呢，老关这个闸也叫大闸蟹。坐这儿吃饭，这会儿凉快了，这湖面上的冷风吹过来，凉飕飕。但是这水蚊子太多了，你看，虽然不咬人，看着挺害怕啊。蘸点这个蘸汁儿。刚才吃的公的，咱再吃个母的，就这块这个闸门比较大的，它就是母的。母的吃黄，咱看这个黄多不多。这个蟹的品质还是不错的，你看打开里头这黄非常的多。这个季节呢，很多农户喂螃蟹啊，就会煮一些玉米粒儿，然后撒到这个池塘里头。为啥呢？就是为了顾这个螃蟹的黄。哇，这一口黄，超级香。再尝这个肉，这螃蟹品质真棒。一口下去，掀掉眉毛。再尝这个洪湖的黄骨鱼，也叫黄辣丁。
辣辣的，然后一股酱汁。今天这顿饭主打的就是个意境。天已经黑了，这蚊子围着灯光在这呼呼呼呼转，太有意思了，别有一番风味儿。搞一个蟹黄拌饭上去，轻轻的给它拌一下。哇，这一勺子，再来点这个鱼汤，这鱼汤特别棒。再来点这个炒丝瓜，哇，这个鱼汤绝了。一个蛋酒，然后一个热干面，一笼那个汤包，还有一个豆腐。这真是老店啊，还发的这种票。来到湖北，不管啥地方，早餐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但是当地人不叫吃早餐，叫过早，过早文化，全是经典啊！豆皮、汤包、热干面，还有一个蛋酒。先吃热干面，
葱花、咸菜、蒜汁、辣椒，最主要的呢就是里头的灵魂芝麻酱。先赶紧给它拌开。这个面条呢是碱面啊，哇，这样一拌太香了。看这个浓郁的酱汁，有的是不吃辣的就可以不加辣椒，我加了一些辣椒，看起来这个颜色更红了，更诱人。葱花还有小咸菜给它拌匀，闻起来啊一股碱面的味道，然后呢就是芝麻酱这个香味儿，太棒了。这个浓郁的酱汁裹上辣椒，非常的过瘾，一口下去香浓四溢。吃这个面呢，要讲究从底下掏，为啥呢？就是它这个酱汁啊，不停的往下流，底下就更入味儿。从底下一掏，哎，挑起来，然后一吃。怪不得叫热干面啊！它热呢，其实也不是特别热，是温热的。主要这个干面，一口下去啊，太顶了。所以呢，要搭配一个蛋酒，这里头有一些糖，然后鸡蛋，哦，这里头还有糯米丸子。好家伙，这口面啊，没噎过去。吃这个一定要慢点吃，细细的吃，太干了。这个热干面为啥叫热干面？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以前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开了个凉粉摊，然后呢也卖面条。那有一天啊，这个人比较少，客人不多，这面条呢就剩下了。他一想，这面条剩下了，那第二天肯定就馊了，是不是？我先给它煮熟，然后放在案板上一晾，第二天还能用。结果在案板上摊开以后啊，旁边有个小油壶，一摊呢，啪啦一下，胳膊不小心把这个小油壶给碰倒了，油呢就洒在这个面上。他一想，哎呀，这太可惜了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油和这个面和一和，搅拌均匀，往上一晾。第二天呢，一开店，哎，这个面条啊没有干掉，而且是油光锃亮的，拿手捏起来呢还很有弹性。他就把这个面放在锅里头汆烫了一下，然后有客人就说，哎，你这个面是啥面？他说，你等着，把这个调凉粉的这个汁子给这个面上一调，这叫热干面。结果呢，大家一吃啊，这个面很好吃，而且看起来呢非常的诱人啊。这个热干面就在湖北传开了。接下来吃汤包，这是一个姜丝辣椒的醋汁儿。这个汤包皮薄薄的，里头是一窝汤。哇，里头好多汤。哇，它这个肉馅是猪肉馅的，非常的香，一口一吸啊，汤汁和肉馅混合在一起。再蘸一下这个醋汁儿。所以说呢，过早呢一定要能起得来，起得来啊，才能吃上这美味。这可是现包的汤包。蘸一蘸，来个姜丝儿。再尝尝这个豆皮儿。这个豆皮儿呢，这名字就更有意思了。这明明是糯米，然后外头呢感觉像个煎饼果子一样。为啥叫豆皮儿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这个皮儿里头加了绿豆面儿，最主要的是翻过来，这里都是糯米，然后肉馅儿，还有点咸菜、葱花，这每家调料不一样，有的还放香菇啊、什么笋丁啥的。哇，特别好喝。这个肉酱咸咸的，特别香。这豆皮啊，我觉得吃的就是口感很弹牙，糯米呢吃起来是筋筋的筋道。在湖北过早呢，这个豆皮啊还有热干面是两大金刚，是必吃的，非常的有名。那这个豆皮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这个美食啊也很简单，就是以前这农村这庄稼人、这种地的这些人吃的一个美食。就一大早啊，把这个绿豆还有大米，然后磨成浆，摊一个饼，就把比如说前一天剩的这些饭菜啊卷在里头，就有啥卷啥，放点咸菜，然后放点糯米，卷起来以后呢，他出去干活啊就不用再做饭了，拿起来一吃就跟个煎饼似的。后来呢，有的人觉得，哎，我想加个鸡蛋进去，就产生了鸡蛋，然后再加点这肉进去啊，就像现在这个组合了。
最早的时候啊，就是为了方便快捷。锅子我的。这是剥啥呢？啥呀？剥莲子。哦，把这个皮一剥。它这老的不同，就一件，该见到一件的是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有的是吗？有啊。哦。有便宜好吃嘛。没见过这样。买就吃了是吧？一便宜不了。这2块钱斤，吃2块钱一斤是吧？3块。哦。3块，是，好不好吃吧？切走你这切，奶奶刚剥的这个。走你切， 2块钱一斤。走你切，好吃，这2块钱就买不到哦。好吃。 2块啊。要买还比这嫩点，还卖嫩点的还好2吃块点。 买点好的，来一锅，或者有碗鱼一锅，或者是切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你。不，你这个卖不卖？我买一点。不买，别个买。我跟别个买的。奶奶自己吃的。这个好吃，不过你现在你这么到市场吃那个还有卖的。虫子。这就是莲蓬，莲蓬，然后把它一剥，里头就是这个，看，这个比较小，这个就比较大，然后把这个再一剥，看里头就是这个，可以直接吃。那咬开以后啊，里头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芯儿吃的好是吧？连生的吃的好。哦，就这个芯儿，这个芯儿是个中药。这个新奇这个以后，这个新子是清热解毒的。哦，清热解毒的。这奶奶都说这个芯儿好。这个芯儿是不是你们当地也能把这个弄出来？然后我们当地有把它专门买的泡茶喝的。哦，专门泡茶。这个新都泡茶喝。你们是哪里人呐？那个我啥？我这好久但是这个芒灰，好苦啊，这个味儿。老你们是哪里人呐？西安的。你们那个么啥？啊，来这旅游的。玩的哈。你好过日子哟。那个说出去前的时候，这你们搞没吃没鱼哇？天气太热了嘛。天气有点热。当时有天气有点热。就这儿。就为了看这个洪湖的水浪打浪嘛。我们就是看打不打浪。没得水的。大湖里有水的，那大湖里有水。大湖看的，大湖看的还好吃好吃。行，谢谢奶奶啊。没关系。虫子。这里是洪湖的沙口镇，刚才看见几个奶奶在这剥莲子，吃了一下，哎，挺好吃。咱来到他这个农贸市场啊，买点莲子，你都不用走远，就一步，这就买了。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4块给你。 4块多少？4元一斤是吧？对。4元一斤。我听说4元一个。给我拿一点。行吗？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还大大的，挑稍微大一点的。这个大的好一点，还是小的好一点？中等的，我这个中等的好吃嘛。你看它这个虽然小，但是里边的籽儿很大。对。还不一样。对。来个这个。好。要大的嘛，行，再来一个吧。这有大的。够了。还要吗？不要了，行了。大一点。那你搞10元钱嘛？行，再拿一个10块钱是吧？我还说10块差一个呢，这10块差这么多。对呀，这10元。10块好。还送一个。还送一个。对。我还以为10块差一个，这一下买了一筐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菱角物，就这个物质。菱角的杆儿是吧？这个怎么吃呢？炒。这个炒着吃嘛，要吗？我不要，我没炒过。行。菱角。现在是老菱角了。你是老的、煮的、切的，你是搞得好的都可以切。新鲜的可以吃吗？新鲜可以切。剥开就可以吃是吧？对呢，我告诉你剥的。你给我剥一个让我看。这就是嫩的剥的些。里头挺嫩的。这就是嫩的。那种绿色的没了。
绿色的没点好吃，也好吃些。哇，特别甜，清甜的。对，那就好吃。哎，行了，好，谢谢。对，给我来点这个。好，多少钱3块5。3块5一斤是吧？ 100的。给我来5块钱的吧。哇，好甜呀这个。你说的就该手剥的起。我告诉你啦，一剥就剥着从这里剥起，到那个男的剥。明白。刚这个大姐说从哪儿剥？从这儿剥。对，一卡就。不能从这儿啊，要从这儿，这儿一卡就掉了。紧了。搞不了，就5块钱就行。吃不了。这个只要5块钱的重量级10斤了。对啊，我就是。一卡1斤。多了吧？太多了。没什么好吃的，炒起来整没3块，也1斤半了。1斤半没事，多少钱？这5块钱呢？我送一个你了，我手里在微信上哈，来写吧，在微信上啊，上5块钱，那个还好上吗？还是这个微信，快。你到底干嘛看？刚那个大姐说呢，从这儿这样子一剥，哎呦，挺难剥的，这个皮就剥开了。哎，这个生着吃啊，就又脆又甜，也可以煮熟了吃。煮熟了吃啊，就跟这个板栗的口感是一样的，在当地呢叫水上板栗。我这个大，人这个小的呢就可以煮粥。这个是菱角米，这个就是菱角，哇，确实好吃。看有这么大的莲藕。这个怎么卖呢？这15块，15块一斤。对，一斤100多。来点细，来点细。这个也是一个根是吧？啊？这个也是这个莲藕的这个根。那你们跟到跟一模一样。那个啷个出来有那个粘，晓得吧？那老根没有我不能吃。这个尖尖是什么？这个尖尖能吃吗？能吃都能吃。可以吃。这个季节了还有是吧？我还以为吃不了好久了，这马上没了，抽不动的。马上没有了，抽不动的。全是特产。这个就是藕带，也叫藕肠。这个头呢，感觉像这个笔一样，这个更像，你看，确实像个笔啊。这个头呢叫笔簪，啊，就跟笔尖一样。我来这个沙头镇呢，可不是白来的啊，咱是要尝一尝关于莲藕的菜啊，藕系列的美食，尝尝。丰盛的全藕宴就上齐，这个真是货真价实的全藕宴啊！这个是猪骨藕汤，大块的藕。这个呢是荷叶炒蛋，荷花也能吃，炸荷花。这个可就厉害了，荷塘三宝，
这个呢就是藕夹，炸藕夹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？全藕宴啊，不能少了荷叶茶，茶都是荷叶的。晒干的荷叶泡的茶，一股微微的苦味，然后清香味儿。喝这玩意儿可减肥啊！减肥刮油专治啊不通畅。你以为就完了？还有洪湖野莲汁。咱没吃呢，先喝了2杯。哇，这个味儿太神奇了，有一点杏仁露加上桂圆莲子八宝粥那种混合体，而且喝起来稠稠的，好喝好喝。喝了2杯还不算完，还得接着喝。来点这个汤，上面一层油花，还有葱花。哇，好喝，甜甜咸咸的味道，咸的是加了盐，甜就是因为这个藕。这一口汤下去啊，就是预示着这桌菜啊就是清淡。你看莲藕这种食材啊，它就是清淡的做法。这个藕啊是洪湖的粉藕，9孔粉藕啊。为啥叫粉藕呢？就是因为啊它这个吃起来非常的面，很软。你看这丝儿，就吃起来就粉粉的。哇，这丝儿也太长了。因为有的藕啊它是脆的，这个就是粉的。香，这个藕都不敢使劲夹，一夹就烂。你看，炖的多软。这种粉藕就适合炖汤，味道比较好。然后脆藕呢，口感棒，就适合凉拌呀或者炒菜。稍微一压，你看，全部都炖面了，感觉就像土豆啊、红薯一样的。这个洪湖的藕为啥好吃呢？跟它这个荷塘里的泥巴有关系。它是青泥巴，这个青泥巴呢质地非常的细腻柔软，而且营养很丰富，所以说种出来这个藕啊很好吃，很香。再尝这个荷花，我最好奇的就是荷花，荷花也能吃。哎呦，这糖有点多，炸的脆脆的荷花。这个菜主要吃它这个口感，还有这股香味香气。外面是金黄的面糊，然后里头呢这个薄薄的就是花，非常的薄。这个荷花呢也叫莲花，中国10大名花之一啊。我觉得这个荷花啊特别能代表中国的这种文化，因为在古代啊，很多文人墨客都爱描写这个荷花，比如说出淤泥而不染，就因为它比较圣洁，这个形象啊，在佛教里头也经常出现啊。虽然很多古典文化还有佛教里头都会出现，但是出现在阿星的眼里头呢，哎，这就是能吃的啊。吃完荷花再吃荷叶，这个是嫩嫩的荷叶炒鸡蛋，感觉像向春炒鸡蛋一样。因为荷叶啊有苦味儿，确实是从没有吃到过的一种蔬菜炒鸡蛋的感觉，就感觉啊就跟野菜炒蛋一样。荷塘3宝哪3宝嘞？这个是藕带，这是菱角，刚才咱在市场买的这种菱角，这个是莲子，尝这个菱角。刚才是生的，咱尝尝熟的。熟的啊，确实就跟板栗是一模一样，感觉咬起来就是香，然后沙沙糯糯的口感。这是莲子。这道荷塘3宝呢，就是洪湖人民啊是逢年过节爱吃，寓意比较好。你看这藕带，小小的藕带，藕带叫藕肠。这个藕带呢也是有孔的，你看和这个莲藕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和藕呢可以说是一回事啊，都是根部。但是我要说，这个口感非常的脆，很嫩，这可比藕好吃多了，真的。怪不得贵啊！很多人啊都一直以为啊这个藕带是从藕那个孔里头抽出来的，就因为抽出来了，所以说藕才有孔。这不文盲吗？这不以为是这样一个结构。你就看这能塞进去吗？这塞不进去啊！你看，再尝尝我平时啊就特别爱吃的藕夹，金黄酥脆，里头是猪肉馅的，有一点姜的味道，还有葱的味道。虽然这个藕很好吃，但是呢，让我联想到人生3大
你看挖藕、打铁、卖豆腐，这挖藕太辛苦了。这么热的天，踩到那个泥里头，有的人啊连这个腿都拔不出来，很累。虽然现在听说有这个高压水枪，效率提高了，但是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来到洪湖这儿一定要尝尝这个藕，太好吃了。